Hello，大家好啊！那今天的影片呢是关于我最新版本的光远征队伍哦。那平均伤害呢大概稳定在80到100万左右。那等等开扁之前呢，就先来看看角色。然后如果对王的机制有兴趣的朋友们，也可以去参考我以前光远征的影片哦。那这里就不再多说一次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OK， 那首先是我们的主坦火塞西哦。那光远征重开之前呢，我就在想能不能把它拿过来用哦。那果然一用，就停不下来了，非常的给力。那首先呢，它的 S3呢是能够给自己上一个盾哦跟免疫，它可以有效的增加生存率哦，还有防止王把出血上到它身上哦。那再来是它的 S2，那它的 S2呢能造成攻击力减少还有解除王的一个强化效果。那刚好呢可以用来解除王的防御 buff 哦，非常的好用。那如果再带上这个专武呢，还能额外产生一个速度下降哦。那远征王最重要的负面状态之一，那让我们可以多扁他几下。那最后呢是他的 S1 哦 ，S1 是用来破防的。那如果王身上呢有攻击下降这个 debuff 的话，就可以我们总共会有75%的几率哦，可以给他造成破防，那非常的给力啊。再来是他的装备啊，那首先最重要的，因为它是一个辅助嘛，所以它必须要有一定的命中，也就是我们要有85以上的命中，因为王的抗性是100，所以它最少呢要有85的命中才行。那再来呢是它的速度跟坦度哦。那再一次声明呢，我这坦度是100%不够的，一定会死，因为它只有5星哦，而且我暂时没有更好的装备能给它了，所以就只能这个样子。那这个坦度呢，上去打光远征哦，倒坦的几率高达90%哦，我几乎每一场都看它倒，所以它一定要在神圣牺牲这个神器才行哦。那没有神圣牺牲的朋友呢，还是好好的把它升到6星，跟撑个坦度会比较好哦。那 OK， 那就是这样子。那火塞西是真的很强哦，因为目前呢，我的木远征啊、暗远征跟光远征哦，全部都是用它来坦哦，真的是非常好用。那缺远征坦的朋友呢，真的可以考虑把它练起来哦。3个远征火塞西也一次满足。OK。那再来是我们的主力打手火箭哦。那没有火箭的朋友呢，也不用担心了，因为现在呢有讨伐活动，可以免费赚它一只哦。那没有火箭的朋友，记得可以去换出来哦。那它的技能呢 ，S3 能够贯穿对面的防御哦，50%，而 S2 呢能够给自己上一个大攻击的 buff 哦，并使 S3 直接冷却哦。那意思就是我们可以连续2个回合直接开大，伤害非常的高哦。那再来是它的 S1，那只要带上这个专武呢，就有机会直接再 P 到，而且夹攻呢也有机会触发这个专武一模一样的效果，然后2刀下来的伤害绝对不输 S3。那 OK， 那再来是它的面板了，那它的面板基本上是没啥特别的啦，就是火力高就行了啊。这是我考验殿堂也在用的面板哦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底数看起来似乎不太行哦，但由于我们的队伍呢可以给王上一个降速的那个 debuff 嘛，那这样呢就确保了至少王呢在动一次之前哦，火箭一定可以砍他一刀哦。再加上有水攻拉条只要拉到了就是一波大伤害，所以这个底数呢是绝对 OK 的，是 OK 的，够用的。那神器的话呢，就带上这个孤注一掷哦。那不带小丑呢，是因为所有的远征王白日梦小丑的是完全没有效果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带一些其他的东西，就是不要带小丑就行了。OK， 那再来是我们的艾婷哦，新登场的主角。艾婷小妹呢，她真的是很适合这一关的一个英雄哦。她的 S3呢，能够给自己上攻击 buff， 还有一个弱点共享哦。所有我军呢在打王的时候都会增加伤害这个共享弱点非常的不错。那而且暴击的时候呢，它还能以100%的几率造成破防，而且使用的时候如果暴击了，就会直接减少技能冷却时间1回合哦，让它技能轮转的速度非常的快。那再来是它的 S2， 那能够解除敌方的一个 buff 呢，还能够在打王的时候用100%的几率造成无法强化哦。那这一招有效的阻止了王在那边给自己上防御 buff 哦。那最后呢是他的 S1 这招能够给王上速度下降控场能力一点都不输火塞西跟水攻哦。那破防、降速、近抢这3个远征王最好用的负面状态它都有。那外加呢能够给自己上个攻击 buff， 还有弱点共享哦。那技能组真的非常的强势，很好用，在打王的时候。那再来是它的面板它是一只呢几乎什么都需要的英雄哦。那首先呢，为了让它的负面状态都能上到王身上，那一定要有85以上的命中哦。那再来是它的爆率。
由于呢它的暴击呢就会使它的技能冷却时间减少，而且还可以造成破防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，尽量给它100的爆率，也就是100爆。那伤害不够都没关系哦，没有伤害呢，把它当个纯辅助用哦，也是非常的好用哦，非常 OK。那面板呢十分的灵活，那只要有命中啊就 OK。那其他呢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，没什么问题。那最后呢是它的神器，那我现在呢给它带的是哈刀，艾里哈刀，就是用来增加伤害用的。那我感觉其实双子神器哦应该也不错，那以后呢可以来试试看。那现在就先用这个 OK， 那最后是水攻，那它的 S3呢能够解除王的防御 buff， 还能造成速度下降。那 S2呢是能够给王上无法强化，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有用，因为王每个回合都会被扁，都会给自己上那个防御 buff 嘛，所以如果直接给他来个无法强化呢，那我们也就不用担心的靠技能呢去解除他的防御 buff 了。那个这点艾婷也有，所以两只一起来就非常的稳定。那再来是它的 S1， 那能够拉人夹攻哦。那以我们现在的阵容呢，水攻呢不论拉谁哦都是不错的选择。拉火塞西呢可以破防，拉火箭呢是打伤害，拉艾婷呢是有伤害，还可以降速，因为它的 S1 是降速，那非常的好用哦。那接下来是它的面板。由于啊，我已经没有再用水攻在打这个 PVP 了，所以呢，就跟平常的高速命中不一样。我这边呢，就除了给他85的命中啊，不够83，好吧，那反正要85，接近85也行。除了85的命中之外呢，其他就全部呢撑到伤害去了。那由于这一关呢是不能带补师的，所以回血全靠吸哦。这边就给他换成有伤害的装备了，吸好吸满了，大幅提升了他的生存率。那最后呢，神器是这个破防神器啊，就是 S1 的时候就有机会破防。那只要一破防呢，刚好拉一个人出来夹攻了，伤害就还蛮不错的。那其实呢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自从多了艾婷之后，我们光远真的整个阵容的选择哦，就变得十分的灵活哦。那没有水攻的朋友呢，完全可以用艾婷去取代它哦。再加上还有一只3星转职的小火爪可以用哦。那辅助方面应该就蛮齐全了。那打手的话呢，除了火箭哦，也能用木龙、幽芬尼代替。那我也试过艾婷加火箭加木龙，还有火塞西的组合，这个组合也不错。我顺便把那个影片也放上来参考。虽然那个组合的稳定度是不如我现在这个组合的，不过也不错。所以OK， 那就差不多这样啦。剩下就是开扁环节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次见啦。